最近中日关系那是降到了冰点啊，是不是还得冒点火星子出来？我就听到坊间有不少人议论说哎呀，要是真有那么一天，咱跟日本的谁谁谁这个桌子掀了，真动起手来，谁最害怕？有人说呢是这个日本人怕，毕竟他们那是岛国呀，这以前吃过亏。有人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怕，毕竟谁不想过安稳日子啊，谁愿意打仗啊？但是各位，今天我得给大伙泼一盆冷水。关于这个中日局势这90%的人可能都看走眼了。真的最不希望这俩国家闹翻的，既不是那些盼着安稳过日子的日本普通市民，也不是咱们这些整天操心国家大事、护着家园的热血国人，而是那些前几年趁着这个日元贬值，疯狂在日本爆买、手握大把东京房产和日元资产的东方大国神秘投资者。这帮人平时藏得深呀，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这一会儿他们绝对是热锅上的蚂蚁。为啥呢？因为一旦这个炮火一响，或者哪怕只是这个关系稍微这么一紧绷，他们这多年苦心经营的几亿、几十亿的身家，可能就在这一瞬间就变成了海市蜃楼，甚至是化为乌有。咱们先不讲大道理咱们来讲个故事。那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咱们就叫他老张。大家都知道东京有个地方叫港区，那是啥地方呢？那是东京的富人区有点像咱们北京的朝阳公园，或者是上海的陆家嘴滨江，那是寸土寸金在这个港区的一条幽静街道上，停着一辆黑色的奔驰 S 级轿车。这老张呢就坐在后座上手机上2个 app 切换着看，一个是国内的新闻客户端，盯着最新的外交部发言，盯着东海那边的风吹草动；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日本的股市行情软件和汇率走势图。这老张是个聪明人是个在上海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江湖。他在这个日本有多少家底呢？咱们保守估计一下光是在港区的高端公寓就有3套，那总价值加起来怎么也得超过4亿日元。这4亿日元要是搁在3、4年前，那可是他的得意之作呀。那个时候那个日元便宜他觉得自己是抄到底了。这几年靠这个东京房价的上涨，再加上这个汇率的一波操作他在账面上看那是资产翻了不止一番这每次回国跟这个朋友喝酒那都是满面红光哎呀，还是海外资产配置香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嘛。但是今天早晨呢，坐在奔驰车里的老张，他的眼神里写满了2个字焦虑他看着手机屏幕上的红红绿绿的线条，这心里头呢跟过山车似的。他在想，完了呀，我这回是不是玩大了呀？因为他心里面比谁都清楚，他手里面捏着的这些价值连城的房产证这些所谓的不动产，在和平年代呢，那是金砖，是印钞机。但是一旦中日局势真的失控，哪怕不打仗只是互相制裁封锁一下，这些看似坚不可摧的砖头瞬间就会变成没人要的泡沫了。他现在不怕别的，就怕这半辈子的心血一夜之间变成了黄粱一梦。那要理解老张现在的恐惧呢，咱们得把这个时间轴往前拉一拉，看看这帮人当年是怎么杀进日本的。大概是这个2021年到2024年这几年大家还有印象吧？那个时候那个全球经济都挺微妙的。但是日本这边呢，出了一个怪现象第一呢，日元的是飞流直下3000尺，汇率跌的亲妈都不认识对于咱们手里面拿着人民币或者美元的人来说去这个日本买东西那就跟全场打5折似的呀。还有这个第二，这日本的贷款利率是低到令人发指，在国内买房利息怎么也得几个点吧，但是在日本呢，那是接近于0于是乎，在老张这些投资者的眼里这东京的房子已经不是房子了，那是白菜那几年这个东京高端楼市成了中国投资者的后花园，尤其是港区、千代田、中央区这核心3区那房价是一路飙升咱们国内很多大老板、富二代那都是组团去这个日本看房。我听说过一个真事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东京港区出了一套3亿日元的豪宅，也就相当于1000多万的人民币吧。这个房子刚挂上中介网，还没有过半天，就有6组买家冲过来了。那这6组买家一开口全是普通话，有的说我全款能不能现在签，那有的说我加价能不能别让他看房了。那场面不知道还以为是在菜市场抢打折鸡蛋呢。那为什么这么疯因为那个时候有个论调特别的火，叫资产避风港。
这帮投资者觉得啊，这个日本的法律完善呀，那房子呢是永久产权啊，买了就是世世代代的传下去的，而且吧，把这个孩子送到东京去读书，自己在那边收租金，过个周末啊，飞过去喂喂鸽子，这生活多美了，这资产多安全啊！那个时候呢，人民币相对坚挺，换了日元买房啊，简直就是捡钱。这老张当年也是这么想的，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巴菲特转世啊，这眼光，这操作太稳了。殊不知啊，所有的稳都是建立在一个大前提下的，那就是和平与稳定。他们只算到了汇率差，只算到了租售比，却唯独漏算了最大的一个风险成本——地缘政治。俗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啊。那这场黄金梦做着做着，突然背景音乐就变了，从好日子变成了十面埋伏。就像咱说的啊，最近这个事儿闹的啊，这表面上的平静瞬间就被打破了。资本市场的反应啊，那是比狗鼻子还灵啊！哎，你看吧，只要这个新闻里啊一波严厉谴责，或者是海上对峙啊，那东京的股市啊日经指数啊，立马就是一个大跳水，甚至一天能暴跌近3%，市值蒸发上万亿日元。但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哦，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是外资撤退。就在咱们说笑这功夫啊，可能就有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正在疯狂从日本市场往外跑。那这其中呢，大部分是亚洲背景的资金。换句话说啊，那之前的那些所谓的聪明钱啊，现在都在用脚投票，都在夺路而逃。这个时候呢，日元汇率也不稳了，以前是稳稳的贬值，现在是像猴子一样上蹿下跳的。这老张坐在车里啊，看着那个汇率哦，心都凉了。他在担心什么呀？他在担心，万一局势真的恶化，哎，我这个房子还能卖给谁啊？那就算卖了，这钱还能不能换成美元或者是人民币贷出来？会不会被冻结？会不会限制流动？各位，这个不是杞人忧天哦，在这个国际冲突面前，个人的私有财产，那有时候啊，真的就是惊涛骇浪里的一叶扁舟。咱们退一万步讲哦，这就算没有没收你的，日本它是个岛国呀，它的石油、天然气、粮食绝大部分都得靠海上运输进口。一旦这个局势升级，海上通道受阻啊，日本的能源供应立马就得亮红灯。哎，你想想啊，要是东京开始限电了，物价飞涨了，经济活力熄火了，你手里那套几亿日元的豪宅，还有谁来租啊？还有谁来买呢？那个时候它就不是资产了，它是负债。每个月呢还得交高昂的管理费和修缮激励金，还得交故都税。那这个时候啊，肯定有朋友就会说了，哎呀，你别替他们操心了，这些大老板有钱，怕什么呢？真怕了，赶紧卖了不就得了吗？拿着钱跑路呗。朋友，问题就在这儿啊！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啊，不是没有钱，而是有价无市。这叫什么呀？这叫流动性陷阱。这老张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死局。在这个中日关系紧张的这个窗口期啊，日本房地产圈啊，其实已经悄悄出现了一波抛售期。很多像老张这样的中国买家啊，已经开始联系中介了，但是呢，买盘呢寥寥无几。哎，你想啊，你是老张，你会卖？难道别人是傻子吗？这日本人自己本来就不爱接这种高价盘，欧美的资金正在撤退，其他的中国投资者现在都在观望，谁敢这个时候冲进去接盘啊？这就好比这个房子着火了，大家都在往外跑，你这个时候啊，想把手里的金条卖给往外跑的人，谁有空搭理你啊？所以呢，老张现在的状态就是想卖呢卖不掉，拿着呢烫手，看着呢心慌啊。如果这个时候局势稍微缓和一点，他可能还能割肉离场，亏点就亏点吧。但是万一局势继续恶化，那这就真的是关门打狗了，这个资产就彻底锁死在日本岛上了。这才是他们最恐惧的地方。不怕亏钱，做生意的谁没亏过呀？怕的是套牢。在市场信心崩盘的时候啊，你的资产啊，就算是估值10个亿啊，只要没人买，它就是一堆钢筋水泥，连顿早饭都换不来。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就能看到一幅特别有意思的众生相。你翻翻这个老张的朋友圈哦，你就会发现他最近有点精神分裂。一方面呢，他在这个朋友圈里啊转发新闻，配的文案是和平至上，中日友好，愿世界没有硝烟。甚至有时候啊，为了显示自己的立场正确，还得发2句此时此刻我们都是爱国者。但是呢，在他的微信置顶聊天里啊，全是跟这个日本房产中介、地下钱庄、汇率经纪人的对话。这房子还能降多少能出手？这笔钱怎么才能最快回转到国内？兄弟啊，救救急，帮我想想办法。你不能说他不爱国，也不能说他是坏人，
在这里呢，矛盾是非常真实的，一边是国家利益，一边呢是个人财富。在大多数时候，这两者是不冲突的。国家好了，大家都有钱赚嘛。但是呢，在地缘政治的巨大张力面前当两者出现哪怕一丝裂缝的时候，这些身在海外的投资者就不得不面对那个残酷的选择题。他们这个时候才明白原来所谓的狡兔三窟，所谓的全球资产配置在真正的惊涛骇浪面前是多么的脆弱。那聊到最后呢，咱们该做个总结了。通过这个老张的故事咱们得看透一个本质问题。海外投资，尤其是把大把的身家压在日本这样的敏感市场，真的安全吗？不少人以前抱着幻想觉得钱到了国外就安全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事实是这个地缘政治一旦动荡，海外资产往往是首当其冲的炮灰。不是说人家一定会没收你的房子，而是市场机制、汇率波动、监管政策、流动性枯竭，哪怕一把刀都能割你一块肉，甚至让你血本无归所以呢，回到咱们开头的话题谁才是最怕中日开战的人？不是早就在和平宪法下躺平的日本宅男，也不是咱们这儿就着花生米和二锅头谈论天下大事的中国网友，而是那些在这个东京、京都、横滨手里面攥着红本本，心里面慌得一匹的中国投资者。他们最怕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把他们多年处心积虑、精明算计得来的财富变成了一场笑话。那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真正的避风港真正的后盾从来都不在海外，而在咱们脚下这片熟悉的土地上。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对于这种富人的烦恼，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